遇到一户诡异的邻居是种什么体验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大半夜404家的婴儿哭个没完，404的男主人竟然在群里说要掐死自己儿子。察觉到事情不对后，504就把601、302还有我一起拉了小群。504把他的疑惑说了出来，601跟302也纷纷的询问情况，但504最终的目的明显是最后一句：放心吧，我已经报警了，等警察来处理就好了。601与302纷纷的表示没问题，这是不彻底的弄清楚，估计今晚谁也睡不好觉。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警察终于来了，但并不是直接来到4楼，因为报警的是504，警察便先去找了他。504在小群里发了信息，警察到了。我正跟他描述情况，一会儿他可能也会找你谈谈401。我连忙回复没问题。又过了几分钟，504发来消息，警察下去找你了。看到这条信息，我连忙小跑到了玄关处，凑在猫眼上往外看，然后我听到了电梯开关门的声音。警察来了，但只有一个人。我从猫眼看了出去，发现对方确实是身穿警服的警察，但是帽子压得很低。有人吗？我应了一声有人，我正准备打开反锁，但这位警察竟然隔着门对我说：不开也没问题，大半夜的免得让你担惊受怕。我就说几句话。504住户说你也对404住户今晚做的事感到疑惑，我刚刚已经问清楚了，404家孩子哭闹的厉害是因为生病了，现在一家3口也在医院。微信上的发言完全是气话，请不必过多担心。原来是孩子生病了，但也不对劲，因为在404主人发出那个恐吓微信之后，他的孩子马上就不哭了。况且我随后还在猫眼里看到了他，至少说明他肯定没有去医院，他的孩子也不是因为外出我们才听不到哭声的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么402人呢？所以我相当警惕地隔着门问道。他去找404了解情况了，然后就没有回家。警察的声音却非常坚定：他回家了，我刚刚也打了他的电话，他是半睡半醒接通的，已经确认了他的人身安全。外面的警察继续说着话。另外，我是负责这片辖区的民警，如果还有什么事，直接打我办公手机就好了，不要拨110，转接起来比较费时间。我的号码已经给了504住户，他说会发给你们。今晚的事就到此为止吧。好的，虽然我口头上是这样答应的，但那一刻我对这个警察产生了怀疑，凭什么让我不打110？于是我继续通过猫眼往外看，我看到警察转身而去，可是紧接着那张诡异的脸马上又贴在了猫眼上，是404男主人。我被吓得一个踉跄，直接腿软了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警察发现不了他？我壮着胆再次凑近猫眼，而外面的情景更加诡异了。警察正在等电梯，可是404男主人却颤颤巍巍地走到他身后，死死地盯着他。这个警察仿佛根本看不到404的男主，居然毫无察觉。这时504跟大家说了警察的调查结果，并把他的手机号码也发在群里。302质疑为什么要打警察手机这件事，但504给出了完美的解释。我也问过他，他的意思是110电话是指挥中心，打了还要调控给他，需要时间，但是打他办公电话他能马上赶过来处理，他也不用跟110再做报告。这么一解释我就完全理解了，警察是没有问题的，一直以来有问题的其实是404的男主人。504让大家可以睡觉了，意思也是说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。可是我觉得肯定远远的没有完结，我也不想独自面对，所以我立刻打字把刚刚看到的诡异现象全都说了出来。这一说群里其他3个人都炸了。504接连发问：不是吧，你会不会看花眼了？302也表示震惊：兄弟，你有没有吃什么药？你说的越来越悬了，警察怎么能看不见呢？突然一直沉默的601也给我发私信了：兄弟，我觉得302有问题。